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洞悉交易频道。今天我们将介绍如何结合 EMA、RSI 和 ATR 三个指标，打造涵盖动量、趋势和风险管理的完整交易系统。EMA、RSI、ATR 三指标策略，在这个架构里，三个指标各自扮演不同角色。EMA 负责趋势判断，用均线帮你确认市场方向，避免在趋势不明确时贸然进场。RSI 负责进场节奏，在已经顺势的前提下，帮你抓到相对精准的切入时机。ATR 负责动态停损停利，让你的风控跟着行情波动自动调整，而不是死守固定点数。用均线来判断趋势方向，我们会用到两条均线，一条短周期的，比如说20，还有一条长周期的，比如50。怎么看多呢？很简单，价格要在长周期均线上方，而且短周期均线也要在长周期均线上方。若为看空，情况正好与看涨偏向相反。在交易中，我们可以透过 RSI 来确认动量，这代表 RSI 是根据最近14根 K 线的涨跌幅度，计算出一个介于0到100的数值。这个数值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市场是否过热、过冷，或动能是否正在转变。当市场出现拉回进场的机会时，在上升趋势里，RSI 通常会下跌到30到40区间，然后再度转向上升；而在下降趋势里 ，RSI 则可能上升到60到70区间，随后再度转向下跌。另一种情境是突破进场，当 RSI 穿越50以上，就代表动量正在增强，突破的有效性也更高。最后要注意背离，如果价格创出新高，但 RSI 没有跟着创新高，这往往是趋势减弱的讯号。这时候要结合 EMA 的结构来判断，才能做出更稳健的操作。在交易里 ，ATR 是一个很实用的指标，它的全名叫做平均真实波幅。你可以把它想成一把量尺，专门用来量市场的波动有多大。ATR 是怎么算的呢？它会把最近 N 根 K 线的波动幅度平均起来，最常见的设定是14根，所以 ATR 14就是最近14根 K 线的平均波动距离。那 ATR 可以怎么用？有3个很实用的方式。第一，用来设停损。你可以把停损设在进场价上下1到2倍的 ATR， 这样停损会跟着市场波动自动调整，不会太紧，也不会太松。第二，用来算部位大小。先决定你每笔交易要冒多少风险，比如资金的1%，然后用这个金额去除以 ATR 的距离，就能算出你要下多少单，确保每次交易的风险都差不多。第三，用来过滤盘整。当 ATR 太低，代表市场不太动，这时候就不要进场，避免卡在死盘里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做的是均值回归策略，就希望 ATR 不要太高，避免遇到大波动。总结一下， ATR 就是帮你量市场的活跃度，用它来调整停损，控制部位大小，还能帮你避开没机会的盘整区，让交易更稳健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趋势追踪进场的实际操作流程。这个方法非常适合用在已经确认方向的行情里，让我们一步步来看要怎么操作。首先，第一步是确认上升趋势，我们要看2个条件，价格必须站在 EMA 50上方，同时 EMA 20也要在 EMA 50上方，这代表短期和长期的趋势都是向上的，这是我们进场的基础。第二步，用 RSI 来确认动能，我们要看 RSI 是否跌到40左右，然后开始反转上升，这代表卖压已经释放，买盘开始回来了。第三步，观察 RSI 动能，当 RSI 穿越50以上，或是出现明确的看涨 K 线，这时候就可以进场了。进场之后，我们把停损设在近期摆动低点下方。最后是获利目标，初始目标可以设定为2倍的风险报酬比，或者用 EMA 20来做移动停利，让获利能够随着趋势延伸。这个策略优势是互补性强， EMA 帮我们确立大趋势的方向， RSI 帮我们找到最佳的进场时机， ATR 则用来设定合理的停损和仓位大小。3个指标各司其职，相互配合，可以有效减少错误信号。这套 EMA 加 RSI 加 ATR 策略当然有它的局限性和失败模式，需要特别留意。先看第一个，震荡市场，也就是所谓的 choppy markets。在盘整区间里，
价格来回上下扫，这时候 EMA 和 RSI 很容易被反复触发，出现一堆 whipsaw 的假讯号，看起来很忙，但实际上绩效很差。同时 ATR 在波动放大的阶段，可能会让我们把停损设得更宽，结果每一笔亏损都变大，整体回撤也跟着放大。第二个风险是讯号延迟和时间框架冲突。EMA 和 ATR 都是从价格本身计算出来的指标，本质上是反应式工具，也就是说，等你看到讯号，其实已经是行情发生之后了，难免有延迟。很多人会用多时间框架来改善，例如大周期看趋势，小周期找进场点，理论上是加分的，但实务上却常常出现大周期看多，小周期给你放空讯号，两边打架，让执行变得犹豫又混乱。所以这套策略不是万能，它在震荡、假突破很多或多周期互相冲突的环境中，表现就会明显打折。实际操作时，一定要把这些情境纳入风险管理与期望值里。这套策略如果要真正用在实盘，其实有几个关键的实用保障措施。第一步，可以先用更高时间框架的 EMA， 例如日线，先确认大趋势的方向，确定是顺势做多还是顺势做空，之后再切换到更低的时间框架，用 RSI 搭配 EMA 去精准寻找进场点，让方向和时机各有分工。第二步，为了避免策略只是在单一市场刚好撞对运气，必须在多种商品、不同市场机制之下做回测与压力测试，同时尽量选择稳健、常见的参数区间，例如 RSI 设在9到14， EMA 采用8、21、50这类市场上广泛使用的组合，而不是为了让回测曲线好看，就硬去调极端参数。第三步，在风险管理上，让停损和部位大小跟着市场波动一起呼吸。当市场波动放大时，可以适度放宽停损距离，缩小单笔部位；当波动收敛时，则收紧停损，相对放大部位，透过 ATR 来动态调整，而不是被僵硬的固定停损频繁洗出场。最后一点，只在有品质的突破上场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当价格突破同时伴随明显放量，或者在关键支撑、压力附近出现清晰的反转形态时，才考虑进场，用成交量与价格行为一起过滤噪音讯号，进一步提升每一笔交易的整体质量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套策略在不同交易风格下怎么调整参数。第一种是波段趋势策略，适合中长线操作。时间框架用4小时或日线图， EMA 设21和50， RSI 用标准的14， ATR 也是14，停损设在最近低点下方 1.5 倍 ATR， 目标抓2倍风险。这种打法就是顺势做波段，稳健为主。第二种是快速日内短线，适合喜欢快进快出的朋友。用5分钟图， EMA 改成8和21， RSI 缩短到9， ATR 保持14，停损设一倍 ATR， 目标抓1到 1.5 倍风险。记得用小部位，严格控风险，因为交易频率高。第三种是强趋势下的均值回归，用15分钟或1小时图，只看 EMA 21档均值参考。当价格偏离太远， RSI 回到30到40区间，就逆向切入，赌它回到均值。ATR 设14，停损要紧一点，目标抓 1.5 到2倍风险，或回到 EMA 就出场。但这种打法只适合在明显趋势里，不然容易接到飞刀。当然，这些参数并非固定不变，需要根据市场波动性和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微调。RSI 加 EMA 加 ATR 并非万能工具，但却是一套稳健且互补的组合。当你建立清晰的交易规则，做好多时间框架对齐，落实纪律性的资金管理，这三者就能组成最有效的系统之一。无论是趋势追踪还是拉回交易都适用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